从小到大，我们听得最多的叮咛之一就是早晚要刷牙，牙齿才会健康。每天早晨一起床，晚上睡前刷牙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雷打不动的习惯。然而，等年龄渐长，许多人会惊讶地发现，即使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乖乖早晚刷牙，牙齿问题还是接二连三地找上门。55岁刚出头，不是牙龈开始萎缩，就是牙根暴露，牙齿松动，甚至一不小心就掉了一颗。为什么认真刷牙却还是留不住一口好牙？难道我们从小奉行的早晚刷牙护齿真理，到了中老年反而不适用了吗？这听起来很颠覆常识，但答案竟然是肯定的。光靠早晚刷牙的频率远远不够，甚至某些你坚持了几十年的刷牙方式，本身就是在加速牙齿的老化和脱落。事实上，牙医们在临床上早已发现，许多嘴里满是问题的中老年患者，其实一直都很勤奋的早晚刷牙，口腔清洁看似从不马虎，但他们的牙齿状况却一个比一个糟。这并非他们不努力，而是他们用了大半辈子的刷牙方法，很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牙齿和牙龈变得更加脆弱，那些年轻时代可以勉强撑住的坏习惯，此刻正在加倍伤害着口腔健康。换句话说，到了55岁以后，如果不及时改掉某些刷牙坏习惯，你的牙齿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亲手毁掉。而一旦牙齿坏了、掉了，就再也回不来，只能求助假牙或植牙来帮忙。没有谁希望晚年每天与假牙为伴吧？那么，究竟是哪几个刷牙习惯在默默毁坏着中老年人的牙齿呢？下面我们就深入探讨，把这些看似平常却潜藏危机的细节一一揭露。也许看完之后，您会对每天习以为常的刷牙这件小事产生全新的认识。首先要说的第一个致命刷牙习惯，就是用硬毛牙刷猛刷牙。不少人上了年纪后，刷牙反而比年轻时更卖力。他们坚信刷牙就要用劲，最好选硬毛牙刷来回用力摩擦，才觉得刷得干净，刷得过瘾。很多长辈还特别偏好那种刷毛硬邦邦的老式牙刷，刷起来牙齿吱吱作响，满嘴都能感受到强力摩擦的存在，仿佛这样才能把陈年的污垢刷掉。然而，对于55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种大力金刚刷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牙龈赌明天。牙医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病人，比如有位60出头的先生，他自豪地说自己用了10多年的硬毛牙刷，每次刷牙都恨不得把牙齿刷得发亮，自认非常到位。然而，检查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，他的牙龈已经严重萎缩退缩，原本应该被牙肉包覆的牙根几乎整片露在外头。不光如此，他的牙齿表面也被常年刷出了明显的沟痕，一道道 V 型的缺口刻在靠近牙龈的牙颈部位。难怪他总觉得最近喝口冷水、热茶牙齿就酸软刺痛，连咬馒头这样的软食都得小心翼翼。这正是牙本质暴露后造成的敏感症状。更糟的是， X 光片显示他的齿槽骨也出现吸收退化，几颗大牙已经明显松动，到了非拔不可的地步。听到这里，也许您会想，只是一把牙刷，一点力道，怎么可能让牙龈骨头都受损到如此程度？但这其实一点也不稀奇。牙医学上早有研究发现，长期使用硬毛牙刷与牙龈萎缩、牙齿颈部的楔状缺损，也就是前面提到那种 V 型缺口，高度相关。年纪越大，牙龈组织就越薄弱脆弱。天天拿硬毛刷当搓衣板一样，在牙龈上反复刷，无异于每天进行微小但持续的机械磨损。年轻时，我们的牙龈、牙槽骨或许还能勉强支撑，但中老年人的牙周组织早已不堪重负，这样的伤害累积起来往往是不可逆的。牙肉一旦刷没了，是无法再生的。更何况，很多人还刷牙方式不对，习惯横着用力、拉锯式地刷，一毛加上横刷，双重夹击之下，牙龈和牙齿表面就被一点点刨掉了。特别是牙冠与牙根交界的颈部位置，最容易被横向摩擦出缺口，长年累月下来，牙釉质被磨穿，牙本质暴露，不仅引发敏感酸痛，那些细缝缺口还会变成细菌、牙菌斑堆积的温床，更容易长蛀牙。许多年过50的长者，牙齿颈部都有这类楔形缺损，几乎都是刷牙太用力又方法不当刷出来的。试想，
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刷牙，原是为了保护牙齿，结果却因为太用力，牙刷太硬，把自己的牙龈和牙齿刷坏，实在得不偿失。那么中老年人究竟该怎么刷才能既清洁牙齿又不伤牙龈呢？牙医的建议是，放下你的硬毛牙刷，换一把软毛的小头牙刷，刷牙时手劲一定要轻，别再以为用力刷才干净，力度轻，刷毛软，反而更能深入牙龈沟隙，把脏东西扫出来，而且不会刮伤牙龈表面。一些患者换上软毛牙刷后，刚开始总嫌刷不干净，其实那是错觉，柔软细密的刷毛完全可以清除牙菌斑，只要刷对方法，清洁效果一点不比用力猛刷差。牙医常推荐所谓的巴氏刷牙法，也称背式刷牙法。刷牙时将牙刷与牙龈边缘呈45度角，轻轻贴在牙龈和牙齿交界处，小幅度的来回震颤刷动，好像在给牙龈按摩，每个位置刷几下再往邻近位置移动。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清除牙龈沟里的菌斑，预防牙周病，同时又避免了用力横刷对牙龈的伤害。很多患者按照牙医教的方法练习一段时间，很快就发现刷牙出血减少了，牙齿敏感也明显好转，可见选对牙刷与刷牙手法有多重要。总之，55岁以后，切记千万不要再拿着硬邦邦的牙刷在嘴里大力施工了。保护牙龈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温柔对待，牙刷软一点，动作轻一点，你的牙龈才能长久地支撑你的牙齿。别忘了，刷牙的目的在于清除脏东西，不是在和牙龈较劲。在口腔保健这件事上，刚柔并济绝对行不通，必须以柔克刚。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个坏习惯，很多人可能压根没意识到它的危害，那就是刷牙的时间顺序不对。具体表现为习惯早上吃完早饭才刷牙。不少人从年轻时就养成一个习惯，觉得早晨起床时口腔只是有点味道，不急着刷牙，等吃完早餐后再仔细清洁，这样饭渣也一起刷掉，嘴巴才觉得干净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，但对55岁以上的中老年而言，这个刷牙时机其实已经太晚了。牙医临床发现，许多上了年纪的患者，虽然每天也早晚各刷一次牙，但仍然常年饱受牙龈发炎、口臭困扰。深入一问才发现，问题就出在刷牙顺序上。他们早晨都是吃完早餐才刷牙，而且饭前往往连清水都不漱一下。他们以为先吃再刷更彻底，却不知道一整夜积存在口腔里的细菌，早在早餐入口时就被一同吞进肚子里去了。要知道，人在夜间睡觉时，唾液分泌会大幅减少，缺乏唾液的自洁作用，细菌就会在口腔中疯狂滋生。我们早上起床时，嘴巴里其实早已是细菌的乐园，那黏腻的晨间口气就是细菌大量繁殖的信号。如果起床后不立刻刷牙清除这些细菌，反而先吃东西，就等于直接给细菌提供了丰盛的养分大餐。食物残渣和糖分让细菌更加兴奋地发酵繁殖，同时我们一边吃还一边把大批细菌连同食物一起吞进了消化道。对于年轻人而言，胃酸和免疫力或许尚能勉强应付这些细菌的侵扰，但中老年人肠胃免疫功能逐渐变弱，如此饭前不刷牙的习惯长期下来，很容易引发反复的牙龈发炎、口腔异味，甚至可能影响全身健康。想想看，每天早上吞下去那么多细菌，可不仅仅是口臭的问题。有科学实验比较过两组人，一组人起床后立刻刷牙再吃早餐，另一组则吃完早餐后才刷牙。结果发现后者唾液中的自取细菌引起蛀牙的细菌浓度明显更高，日积月累下来，罹患牙周疾病的风险也更大。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口腔自洁能力本就比年轻时差。如果早晨起床不及时清除夜里滋生的细菌，牙龈老化和发炎的速度会大大加快。所以牙医通常建议，早晨起床应立即刷牙，将一夜的细菌清扫出口腔，刷完牙后再去吃早餐。如果担心吃完东西嘴巴脏，可以饭后用清水仔细漱口，也可以使用温和的漱口水。其实饭后漱口就能带走大部分食物残渣和酸性物质，不一定非得再刷一次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两全其美，既避免了细菌乘早餐之机大举入侵，又照顾到饭后口气的清新。
曾有一位阿姨就是典型例子，她总抱怨牙龈常发炎，口气重，每半年就得跑一次牙科。后来遵照医嘱调整为起床先刷牙，饭后清水漱口。坚持一段时间后，她明显感觉自己早上起床时口腔不适的感觉减轻了，白天口臭也减少了。连牙医检查时都说她的牙龈炎症状况有所改善，这让她直呼后悔没早点改变习惯。由此可见，早晚刷牙就够了，其实是一种误解。刷牙的时机选对同样关键。当然，刷牙时机不仅仅指早晨这一档事，饭后的口腔护理对中老年人也十分重要。很多人55岁之后牙齿出问题，并不是因为刷牙次数不够，而是错过了一些关键时刻。例如，饭后长时间不清洁，任由食物残渣和细菌在口中兴风作浪。尤其是吃完甜食、酸性食物后，如果不尽快漱口或刷牙，中老年人的牙齿就等于在酸腐环境中浸泡数小时，糖分被细菌分解产酸，酸性环境会侵蚀牙釉质，时间一长，牙齿就松动，蛀洞重生。所以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吃完东西记得勤漱口，条件允许的话，饭后半小时内刷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。特别是吃完容易产酸的食物，比如蛋糕、甜点或水果之后，别拖太久才清洁。如果当下不方便刷牙，至少也要嚼无糖口香糖，促进唾液分泌，或用清水反复漱口，把残留的食物碎屑和酸性物质冲淡带走。简而言之，中老年人一定要把握饭后的黄金护齿时间，别让牙齿长时间浸泡在细菌和酸的侵蚀里。早晚各刷一次固然是基本要求，但在对的时间刷，才能真正事半功倍地保护牙齿。最后我们要揭露的第三个刷牙坏习惯，其实是很多人年轻时留下的恶习，刷牙敷衍了事，既刷不对地方，也刷不够时间。具体表现有2点，一是刷牙方法不对，比如前面提到的只会水平方向乱刷，从来不照顾到牙齿内外侧和牙缝边缘；二是刷牙时间太短，囫囵几下就收工。这类不良习惯，年轻时可能暂时看不出大害处，但人一上年纪就会开始秋后算账。试问有多少人刷牙只是流于形式，牙刷在嘴里走个过场就算完事？特别是退休在家的长者，有些图省事，刷牙越刷越随便，常常不到1分钟就结束战斗。有位伯伯就是如此，自认很勤快，从不落下早晚刷牙，但每次看牙医洗牙时，他口中总是堆满厚厚的牙结石，几乎每隔半年就得去洗一次牙。如果不洗，牙结石把牙龈顶得发炎出血，甚至让牙齿都松动了。伯伯很纳闷，我明明每天都有刷牙，为什么还会长那么多牙石？牙医当场请他演示刷牙给大家看，结果发现他不到40秒就刷完，而且后排大牙几乎没碰到。可想而知，他嘴里那些牙菌斑压根没被清理干净，日积月累便钙化成坚硬的牙结石，贴满牙齿表面。这下真相大白，刷牙马虎、偷懒才是他的牙周问题总也好不了的根本原因。其实牙菌斑附着在牙面上是很顽固的，它们长有粘性，不花足够的时间和正确的动作，是很难将其清除干净的。尤其是后牙的里侧、牙缝、牙龈沟这些隐蔽角落，如果刷牙时间过短，方法不对，那些细菌几乎不受打扰，照样我行我素的滋生蔓延。很多人嘴上说着我早晚都有刷牙，可还是3天2头跑牙科，原因就在于刷牙方式出了纰漏，要么刷得不够仔细，要么压根没刷到重点部位，横着快速刷几下就漱口。这种短平快刷牙法最容易给牙齿埋下隐患，尤其过了50岁，牙齿表面的牙釉质本来就随年龄变薄，抵抗菌斑酸蚀的能力下降，如果还是马马虎虎刷几秒了事，相当于给牙菌斑大开方便之门。久而久之，小毛病终酿大问题，牙龈发炎、蛀牙，甚至牙周病、牙齿松动接踵而至。更糟的是，一些位置清洁不到，牙菌斑常年堆积，就会酿成牙周炎症，破坏牙槽骨，导致牙龈严重萎缩后退，牙齿支撑减弱，最后整颗脱落。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的威严，而是不少疏于口腔清洁的长者的真实写照。那该如何破解这个困局呢？关键还是在于改变观念和习惯，
刷牙不要偷懒，也不要贪快，每次至少刷2到3分钟，才能真正把牙面都照顾到。建议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简单的计时，或者跟着喜欢的音乐哼唱一首小曲，至少唱完一整首歌再把牙刷放下。如果嫌手动刷牙花时间，其实也可以尝试电动牙刷，因为电动牙刷通常自带2分钟计时功能，而且它的震动频率高，更容易清除顽固菌斑。一些有品牌的电动牙刷还有力度感应与区域提醒，帮助你掌握刷牙时间和力度，非常适合年纪大、手部灵活度下降或者刷牙老是偷工减料的人使用。不管用什么工具，总的原则就是面面俱到，慢工出细活。刷牙时要细心地刷遍每一颗牙的3个面，牙齿的外侧、内侧和咬合面都别漏掉，上下左右都要刷到，尤其最后面的大牙、牙齿与牙龈交界处都要花点耐心清洁。如果以前一直习惯横着刷，那现在就要努力矫正，改用小幅震动旋转的手法，顺着牙缝垂直刷出。或许一开始你会觉得这样刷有点慢，有点别扭，但请相信我，花在刷牙上的每一秒都会在未来某天以健康回报你。一位牙周专科医生曾感叹，中老年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早知道当初就注意点该多好，可惜牙齿出了问题，再后悔已经太迟。为了让这句早知道不再成为你的遗憾，现在就从改掉马虎刷牙的坏习惯开始吧。说了这么多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年过55，想要守住一口好牙，必须注意3件事。其一，选对牙刷和力度，拒绝硬毛刷，改用软毛，小心轻柔刷牙，千万别再用蛮力虐待你的牙龈。其二，抓对刷牙时机，早晨起床立刻刷牙，别让过夜细菌陪你吃早餐，白天饭后勤漱口，及时清洁，不给细菌和酸腐蚀牙齿的机会。其三，讲究刷牙方法和时长，戒掉随便刷几下的恶习，掌握正确刷牙技巧，例如45度角刷牙法，每次认认真真刷满2-3分钟，确保每颗牙每个角落都清洁到位。这3方面说起来简单，真正做到却需要毅力和细心。但请记住，牙齿这东西一旦坏了就是永久的，人的年纪越大，自我修复能力越弱，过了50岁后更是经不起反复折腾。我们真正能依赖的正是每天那几分钟的刷牙时光，刷得对，牙齿就能陪我们更久，刷得不对，等来的可能就是满口的补牙、假牙，甚至缺牙。或许有人会问，上了年纪牙齿变差，不是自然规律吗？难道真的是刷牙方式的错？不可否认，自然老化确实会让牙龈和牙槽骨逐渐萎缩，牙釉质逐渐磨耗，就像树老了，树根会外露一样，这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。但许多研究指出，老年人常见的牙齿脱落和口腔问题，更大因素在于长期积累的牙周疾病和不当护理。据统计，我国约有1半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牙龈萎缩现象，且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体。牙龈萎缩一旦形成是不可逆的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它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，而是牙周炎症反复破坏或刷牙不当机械摩擦所导致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正确的清洁习惯，把牙龈萎缩和牙齿松动的速度降到最低。再说，老掉牙这件事其实并非衰老，必然很多牙医都强调，健康的牙齿理应陪伴人一生。国际上评估老年人口腔健康有个指标叫有功能牙数，意思是只要一个人到高龄时还保有20颗以上可正常咀嚼的真牙，就算是口腔功能良好，不需要假牙帮忙，只要护理得当，你完全可以活到70-80岁依然满口真牙，笑口常开。相反，那些50-60岁就掉光牙的人，多半是年轻时没重视口腔卫生或长期牙周病失控导致的。随着年纪增长一定会掉牙，其实是一种误解，我们大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改变这个命运。当然，牙齿的长寿不仅仅靠刷牙一件事来决定，定期看牙医检查、洗牙，使用牙线清洁牙缝，均衡饮食，补充钙质维生素，戒烟限酒，保持口腔湿润等等，都是维护口腔健康的重要环节。在刷牙方面，改正上述这些坏习惯，并搭配其他良好习惯，你的牙齿才能得到全方位的守护。不过话说回来，
刷牙毕竟是我们每天都要亲自执行的基本功，如果连这一关都没有做好，其他措施也很难发挥作用。所以请牢记，把每一次刷牙都当成呵护牙齿的黄金机会，用正确的方法善待你的牙齿和牙龈，不要等到牙齿闹脾气，纷纷提前退休了才追悔莫及。在我们故事的结尾，再强调一次关键要点，过了55岁，千万别再迷信早晚刷牙就万事大吉的老规矩了。牙齿保健没有捷径可走，那些错误的刷牙习惯如果继续下去，只会让你多年后为自己的疏忽买单。现在开始就行动吧，把牙刷换软，把力度放轻，把时间拉长，把关键时刻抓牢，给自己的牙齿和牙龈一个全新的开始，让他们为你的健康长寿继续服务。希望多年以后，你依然能拥有一口结实的好牙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笑容依旧灿烂。毕竟，留住牙齿，就是留住了晚年生活的幸福与尊严。现在就去照照镜子，从刷牙这件小事开始，守护我们珍贵的牙齿吧。祝愿大家都能牙好、胃口好、身体倍儿棒，生活更美好。